陈文文，干嘛呀？站这儿干嘛呀？走下去跟我说。你别过来！你说就真的没办法了吗？啊？有没有办法咱也别站这儿。你没想好呢？你没想好站这儿干嘛呀？你给我打电话不就想来找我说话吗？是吧？你既然让我来了，我知道你心里怎么想的。你有什么话慢慢跟我说，我有的是时间，咱下去说，行吧？你站住！你别过来！你知道我站到这儿，我害怕了，我不敢往下看，我腿发软。你说，那天我儿子站在这儿，他有多害怕？那天庭审结束，我就站在你这儿，我也害怕了。我都懂，我全理解。我当时跟自己说，杀人偿命这事儿没毛病。我现在没有做到，我没话说。但是我想跟你说，不值得。你现在一头栽下去，什么都没有了。陈文文，陈文文，别犯傻。我用我的命向你保证，这帮孩子如果成年了，还这样，你看我能不能处理他们？你骗我！你骗我！你不能下去，咱们俩得盯着他们，对吗？你得盯着我，你可以盯着我呀，对吗？你下去，你什么都看不见了。我盯着，我怎么盯？为什么是8年？为什么是8年？你告诉我，你回答我！杀人偿命，杀人不该偿命吗？因为他们是孩子，那孩子就不是孩子，所以我们是不是应该？我孩子就不是孩子吗？他得有多害怕？他得在这有多害怕？你知道吗？知道。你知道？你不知道？喂，听得到吗？能听到，您讲。有人想跳楼轻生。
停！妈，没事。大娘子，没事没事，脑子有点晕。小心点啊！我没事，大夫。哎，确认一下水家园。好，全问完。确认完了，停。走。下周记得复查。好，现在。喂，杜队，得帮我个忙了。我觉得陈慧文背后应该还有个别人。进来吧。不好意思，沈班长，迟到了。没事吧？没事。那我们正式开庭。本案由云海市公安局侦查终结，以被告人潘雄涉嫌盗窃罪、故意伤害罪、拐卖儿童罪，被告人周爱娟涉嫌盗窃罪，移送云海市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经依法审查查明，被告人潘雄在2009年2月至2014年10月期间，不间断地组织利用18名儿童进行盗窃活动，行为构成盗窃罪，总数额总计92万余元，远超数额特别巨大的盗窃罪法定量刑标准。同时，在组织未成年人盗窃期间，潘雄为谋取非法利益，同时为盗窃行为掩护、善后，数次将不能或不愿意进行盗窃的儿童进行买卖。潘雄利用未成年人童心无暇，将盗窃行为包装为做游戏，诱骗未成年人实施盗窃。如不就范，则采用木棒击打、针尖刺戳、烟头烫伤、开水烫伤、铁笼囚禁等手段逼迫孩子们就范，其中造成被害未成年人真真轻伤2级，建议依法判处被告人潘雄无期徒刑，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被告人周爱娟帮助潘雄组织利用未成年人盗窃，数额巨大，构成盗窃罪，建议判处5年有期徒刑，并处罚金8万元。本案涉及的未成年人诚然实施了盗窃行为，但他们只是成年人罪恶的影子。身为长辈的人没有肩负起责任，却将他们推进了犯罪的漩涡，这才是社会最不可姑息的隐痛。本院认为，应给予组织未成年人实施盗窃的行为人应有的惩罚，才能给予孩子们
向阳而生的勇气。阿姨，我对不起您和文轩。阿姨，我对不起您和文轩。阿姨，我对不起您和文轩。来，我帮你。哎，这个，慢点。啊，你开的吧，还真能钓上来，真闲呀，这帮人。哎，明天我去最高检开会啊。那用我再准备点什么吗？不需要你准备什么，就是明天你们办公室来一个新人，你们自己对接吧。行，来吧。你不问问是谁啊？谁都行，求人不如求己。你现在不是一个人，你要带一个队伍，你要对你助手有要求。那我也得等人来了再要求。陈兴，你那个王八蛋啊！这么多感情喂了狗了，你不知道列队欢送我一下？小白，出去之后好好做人啊！我给你一脚，好好做人。把这些孩子交给你了，笔记也给你放桌上了，能行吗？放心吧，你教我这些够用了。等你走了之后，我就是这儿下一个大哥。有点大哥样。这都几点了？这所长怎么还不来呀？嗨，啊，肯定是舍不得我走，怕见着我面哭呗。那就，所长，是吧？说什么呢？没说什么。没有。有什么事啊？当面说。这不是显得咱俩感情深吗？说吧。谢谢所长，这么多年一直给我擦屁股。所长，我从进所第一天啊到现在这10年间，我一直有一个疑问，啊，你小子没憋什么好屁啊？不是，这真是正经事，正经事。我相信这也是大家心中的疑问，是不是？啊，说，您这身高，老子是特招。不是所长，这不是我们的疑问啊，严肃点啊！是，对不着。行了，要走了，也没什么可送你的，送你3句话。您说。第一，有话好好说。明白。第二，遇事儿慢慢来。第三，我就说关系好吧，啊，还得说点悄悄话啊，我们不听。前2天做不到，你小子就别说认识我。谢谢所长，谢谢秀娥，谢谢大家，谢谢所长。走了。白哥，出门别回头。
我给你看一下这个新的练习复述，然后还有这个。你好，你好，你找谁？我来报道。啊，你就是今天来报道的白检察官吧？啊，欢迎你加入我们检察系统。来，大家起立，鼓掌。白检察官，欢迎欢迎！白检察官，欢迎欢迎！欢迎欢迎！哎呀，欢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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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是欢迎！我这怎么还离厕所越来越近了呢？那姐，那你不能坐大米里吧？你不能坐货架上吧？这大米老放咱屋干嘛呀？让大米走。那人大米先来的，咱后来的，心态要好，姐。再说了，这不是临时的吗？哎呀，那谁，你把你那个杆给我呗。啥杆？你这香杆，你反正也闭眼闻不见，给我。给你，给你，给你。对，给我换点双管齐再扫。哎，姐，你真不知道来的那个新人是谁吧？我不知道。我可听说这个人是政检专门从全省的司法系统里面调出来的，而且他是从省级单位调到市级单位来的，而且还走了特批。你想干嘛？也不知道帅不帅。哎，是不是单身？人院里不让在院里搞对象啊。我知道呀，但我是聘任制的呀。如果他要是特别优秀的话，我可以选择主动离职。早上好。早啊。早上好。你好，早上好。你好，加油！啊，你说。可以的。你好。你好，你找哪位？我来报道。报道？像有什么科室招新人吗？你是哪个科室的？魏姐。魏姐，小儿科啊！来，同志们看一下，小儿科来新人了。你出门左转，下楼梯左转，然后你就看到了。还有这个。小儿科。不好意思打扰了啊。魏检办公室在哪儿？小儿科啊，厕所旁边。厕所旁边。往里走。你好，桃儿姐。你们？黄队。我姓白。哦，那个白队，你有什么事吗？魏检办公室在哪儿？这儿就是。
上面不写的后勤处吗？小薇，你进来一下，我们去开会。什么时候开完？那个，白队，要不你先坐。这真的是卫检办公室吗？是的呀。哎，刘哥，拿米啊！哎，帮玩玩，哥们儿。这能是卫检办公室吗？啊，谁家办公室长这样啊？你别激动，我第一天来的时候也是这样的反应。哎呀，这个是临时的，咱们新的办公室已经在装修了，很豪华，可以说是奢华。郑姐说这是重要部门，对吧？重要部门是重要部门啊，重要试点部门。为什么试点？因为以后会非常重要。重要部门就仨人啊？不，俩人，桃姐和你。我就是个书记员，就是辅助你们而已。我要去找郑检察长聊聊，这病画的太离谱了。哎，郑检不在，去外地啦。你再说你现在去找郑检，你这是什么意思呀？啊，郑检万里挑一把你选出来，完了之后你现在去，你是在质疑领导的眼光吗？特别不好这样。再说了，咱们这个办公室也有好的一面嘛，是吧？哎，李姐，辛苦了，小侯挺帅啊。是，夸你。这是好的一面，你告诉我好的一面在哪儿啊？是我眼瞎了吗？有，真有。你看，打印个东西什么的啊，多方便。再有就是你笔啊本儿没有了，你就直接在这儿就能领了。然后上厕所也是很方便的。2个月的卷宗，桃姐吩咐过了，希望你呢能够尽快的把它看完。潘雄组织未成年人盗窃案已经判决了，在这个案子里呢，有一名帮助犯，就是陆生和陆明的父亲陆广福。这个陆广福呢，已经承认了他把孩子租给犯罪团伙这件事情，现在已经被判处了有期徒刑1年。陆广福的这个行为严重侵害了被监护人的合法权益。考虑到等他出狱之后，他这个小儿子陆明实际上是没有成年的，如果继续跟着陆广福一起生活的话，会对他将来的成长非常不利。所以卫检办拟建议民政部门起诉撤销陆广福的监护资格。这件事情很有意义，很有开创性。小林敢往这方面想，值得鼓励。大家怎么看呢？那我先来说2句。我本人对此是明确的不支持。理由很简单，我找不到让检察院牵头来办这件事的法律依据。林检察官，你的方案引用的是民法通则。我的方案是建议民政部门提起诉讼，检察院作为司法机关支持起诉。根据民法通则18条，监护人不履行监护职责的，或者是侵害被监护人合法权益的，应当承担责任。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有关人员或者是有关单位的申请，撤销监护人的资格。第18条是什么时候写进民法通则的？1986年。28年。这28年里有过剥夺监护权的先例吗？没有。
1986年的法律到现在都没有实践过，你现在想要启用，你知道这对全国司法系统的影响有多大？我不知道，法律有依据，现实有需求。我不知道为什么要拘泥于司法惯例，拘泥于有没有人做过这件事情。陆广福的妻子朱重叶罹患精神病，不具备监护能力。如果撤销了监护资格，这孩子谁来管？由民政部门负责监护。你倒是会给民政部门派活啊！到时候我们发了建议，民政部门的同志为难，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啊？畜生，太过分了！我没说你，我说这里的坏人。干嘛去？小班，报告给我。什么报告？你在这看小说呢？我明天再写行吗？明天有明天的事儿。那我带回家去写。不行，有保密规定。我第一天来就加班。国家公务员该加班就得加班。那我今天先写一半。写不完不能走。抱歉，我先走了。站住！他为什么能现在？因为我是聘任制的。明天见。早写完早走。你动我电脑了？谁动你电脑了？我自己电脑还没整明白呢，我动你电脑了？你跟谁嗷嗷的呢？你不嗷嗷，我能跟你嗷嗷吗？舒舒口。哎，我还以为你换个工作能多点时间陪我们。我也以为呢，那报告它是一个字儿一个字儿的抠啊，伤敌1000，自损800。我小学老师都没这么给我批过作业。我可能惯不了你，你给我写情书还都是错别字儿。站哪头的啊？就算有错别字，那也是对你满满的爱好。我肯定站你，你肯定能行，你逆风翻盘。你说这个郑检察长说让我带着经验去瑞检，这哪有施展的地方啊？还有那林志涛，你说他是不是想劝退我？啊，要是真是这样，我主动辞职去你那儿打下手，这还不受气，还当老板？你别，咱们家的房贷还没还完呢，我没钱给你开工资，而且我觉得你们检察院待遇挺好的，起码你现在随时都能联系上，那晚上再晚你也能回来呀。我已经很满足了。哎呀，说到那卷宗啊，这一天看卷宗差点没把我气死。两夫妻离婚了，两边都不管孩子，差点活活把那孩子给饿死。你说气不气人？啊，还有，全是胡三观的事儿。什么胡三事儿？让我孩子听。哦，对，以后我24小时待命保护你和孩子啊。保护啊，保护。好了。好，站着。好。来，坐吧。你看，给介绍一下。我介绍一下啊，这2位是民政局负责少年救助的同志，这位是
南方政法大学法学院的副院长，也是著名法学家肖炳立教授。这是他的高徒李道然李律师。领导好，那咱们开始吧。好，今天的研讨会啊，你来主持，这合适吗？合适。专家领导都是你请来的，我主要是聆听。行。是这样啊，今天会议是关于是否撤销陆广福这一具体在押犯出狱后的监护权问题。为什么请大家来呢？主要是因为撤销监护权，国内尚未有先例。是不是让陆广福到陆生龙娘的爹了？这不好事吗？那还讨论什么呀？别说话，听着。我跟林检察官都是肖老师的学生啊，他们都是我的得意门生。这次领导抬爱，邀请我们一起参加这个讨论会，也圆了我们师生的再续前缘。作为晚辈啊，第一个发言，那我就当好这第一块砖板，也好让大家听听我们法律工作者对这个案件的看法和角度。我其实最关注的是，虽然有民政部门作为此次诉讼主体，但是呢，毕竟是由你们检察院起的头，而检察院作为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这样推动下去，会不会让公众认为公权力在此次法律实践当中太过于强势了呢？害怕质疑就置之不理吗？不是置之不理。林检察官，你有没有听过这样一句话：一间破屋子，风能进，雨能进，罗网不能进。这句话是讲法律会保护公民的私有财产，但是孩子不是父母的财产，从来都不是。我们现在谈的是实践的困难，毕竟现在我们也没有找到新的合适的监护人，这2个孩子还是由民政部门来监护。我们只有一点担心，如果事情传了出去，会不会反而提醒了那些没有责任心的家长，然后他们的孩子全部扔给国家了？我觉得这个经费我们也是很有限的。我们撤销监护权是有评估和流程的，对孩子的伤害是要严重到需要负刑事责任才能判定的。有谁会为了把孩子扔给国家故意去犯罪呢？对吗？只要还有其他约束力，我们很愿意配合。好。检察院啊，在本质上它是代表公权力的一种国家机构。当国家机构把这个手伸向父母与子女之间这个私权啊，就肯定会给相关的公众带来恐慌和不确定性。你的孩子不是你的这种思想，它在目前来说还是挑战公众神经的，在无形中也会增添更多的社会风险。肖老师，撤销监护人资格是有前提的。本案中，陆广福酗酒、家暴，先后把2个孩子分别出租给了犯罪团伙。我想请问，就这样把孩子推向火坑的父母，撤销他的监护权，正常的家庭会有什么疑问？这有什么问题吗？我们现在讨论的是宽泛的法律问题、社会问题，不是一个孩子的问题呀。法律之所以存在，就是要保证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为了一个看不见摸不着的法理，我们要牺牲掉一个孩子吗？你有孩子吗？我没有。你调查研究过吗？我有。你认识多少父母，你就敢公然地挑战已经成熟的法律条文了？我看你还是回去把那些理论教材再好好的看一看，你再回过头来跟我来讨论，法律该是为个人服务，还是为社会服务？社会是由什么组成的？社会，我们这些法律研究者啊，应该关注社会影响，而不是某个人的问题啊。在没有充分的调研、汇总和实验总结的情况下，我认为任何的结论那都是有纰漏的。我们要充分客观的对问题认识了之后，我们组织社会的力量进行调研，然后邀请相关的专家学者参加讨论，形成论文。等你写完论文，那孩子早就进成人监狱了。
我刚还琢磨呢，你不是学推拿那个吗？啊，我现在是在卫检办学推拿的。郑检推荐的，我认可了。领导，我能说话吗？好。肖教授是吧？我觉得您挺高的。至于高在哪儿呢？就是你好像什么都说了，但其实又什么都没说。咱们说点实际的啊。我在卫管所工作的时候，遇到一个孩子特别难搞，导师跟他说：“你要乐观，要积极面对人生啊。”他说：“连我爸都不管我，他就爱他小三小四生的儿子，你让我怎么无私，怎么守规矩，怎么积极面对人生呢？”然后导师又说了：“你不能这么怨天尤人，你要自己去面对，解决难处。”他说：“能解决的那叫难处，可是他的难处是爹生妈养，生下来就带的难处。做父母的有权利选择要不要孩子，可是孩子没有权利选择父母啊！他们生下来的时候，没人跟他们说，这两个人适不适合做你的父母。您刚刚说，是一个孩子的问题，不是社会问题。但是我告诉你，卫管所里的那些孩子，普遍的面临的都是同一个问题。你说的那些孩子，是已经犯罪的孩子。犯罪的孩子就不是孩子吗？我告诉你，没有那些无良的父母，那些孩子未必犯罪。坐下，白日。真是，你说林检察官没有调研，你调研了吗？你了解过这个孩子，关心过这个孩子吗？他们家几口人？他那酗酒的爹，疯了的妈，现在什么情况？你了解过吗？你知道有多少成年人不适合做爹做妈吗？我算是知道他为什么这2天一定要让我看卷宗了。虐待、遗弃、强奸。您的意思是这些孩子就该归这些畜生爹妈管，我们都管不着？我们是在讨论这个法理问题，你在干什么啊？讲故事煽情，你这不是以偏概全吗？肖老师，这2个孩子叫什么名字？现在知道看材料了，早干嘛去了？从你们一进门到现在，这2个孩子叫什么名字，你们一次都没有说过。法律有其威严，但我想请问，它的存在是为了谁？刚才我的问题您没有回答我，您一直在说大多数，在说社会。我想请问，社会是由什么组成的？各位，是由人，是由每一个活生生的人组成的。我们每一个人曾经都是孩子，对吗？我们今天有没有可能救一次这个小陆敏？我们帮助他一次，我希望大家给他一次机会。你的理性呢？啊，你从此以后不要再说是我的学生。我总不是您学生吧？哎，这傅姐，今天不是我要来的啊，是你们请我过来。你看看他说的这是什么话啊？肖队长，您别生气。白宇，出去！他不出去，白宇没有说错话。对啊，我凭什么出去？都是一个单位。我跟你说，你呀，我什么我呀？我叫白安宇。你不是继续抬杠吗？来啊，风雨雷电，你国王也给我进屋里去！我告诉你，我刚刚说的那个叫法验，我还是法师呢。我看你就是不懂法。不好意思，我来晚了。领导，哎呀，飞机刚刚落地，我听检察长说，你们正在开一个很重要的研讨会。我听肖教授上理论课，是在讨论剥夺陆广福监护权的事情。对，大家讨论的非常激烈。这次去最高检开会，也谈到了这个议题。最高检对于深化未成年人保护工作非常的重视。我也带来了一份最高人民检察院联合相关部门刚刚发布的意见，您看一下。好。这是关于依法处理监护人侵害未成年人权益行为的意见。其实道理很简单，监护是权利，更是义务。如果你不愿意履行义务，那没有必要享受权利。按理说这件事情应该由孩子提出来，但是孩子太小，他没有能力提，那么我们检察院就要替他们提，替他们说话。这份意见刚好赋予了我们检察院相关的职能。我同意小林的意见，民法通则第18条关于撤销监护资格的条款已经沉睡了快30年，是时候把它唤醒了。要不我自己上去吧？
这都是男人的对话。那行吗？行。阿姨现在情况怎么样？好点没有？好多了。之前那个混大佬给我妈断药，现在我管着，能按时吃药。啊。哎，这给陆明了，你给他收拾。还买了点鸡蛋，到时候每天给你妈或者你给陆明每天煮2个。谢谢白管家。挺辛苦的啊。还行。白管家，您今天怎么突然这么严肃呀？是有什么事儿吗？是有个事儿，想跟你商量商量。不用商量，白管家，您说什么我都听。我呢，现在不在卫管所了。为什么？去检察院。检察院？那就是跟林检察官你们是同事。你太牛了。是这样啊，他那不是被判了1年吗？1年之后他肯定还得回来，所以我们想着把陆明的监护权啊转移到民政局去，让他在福利院生活一段时间。意思就是，我们这一家才刚团聚，就还得分开。陆生，你现在的能力啊，照顾不了我。你们一定会团聚的。随风飘荡，野草疯长，谁伴我一路老？孩子本该飞翔，却被遮上翅膀，生我又将我遗忘。能不能给我一副船桨？我想看对岸的童年什么样。能不能点亮未来灯塔的光，来抵挡时间的风浪？本庭宣判，被告人陆广福常年将2名亲生儿子租赁给盗窃集团实施盗窃，严重侵害未成年人合法权益，损害被监护人身心健康。本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18条判决如下：撤销被告人陆广福监护人的资格。闭庭。好了，就送到这里吧。阿姨，你放心吧，云海是有政策，低保家庭的病人我们免费医治，他病情有好转，我打电话给你。谢谢。我再跟我妈说2句。妈，你放心，你好好养病，我经常来看你。啊，明明，跟妈妈说再见。
妈妈再见。你们等一下啊，我去办手续。谢谢。哥哥，我们现在来去哪呀？不要回家，不要见爸爸。明明，咱们不回家，不见他。一会儿哥哥送你去一个地方，那里有好多小伙伴，能陪你一起玩，还有老师给你上课，好不好？好。杨老板，有哎，白哥，坐。在这儿，哎呦，白哥，你忙，你忙。拉了个老脸干嘛呀？啊，自己一个人生活不了是吧？白管教，我不饿，不想吃。谁告诉你来吃饭来了？给你找了个活儿，干完那小杨，以后就是你老板了。白管教，之前的事都给你科普完了，人家都了解过了，放心吧，特别靠谱。马上满18了，等年纪到了，就把阿姨和陆明都接回来，就1年，能等吗？那能等。王老人给你带来了啊。叫人啊！老板，叫老板，叫我杨哥就行。有经验吗？有。我们这儿是这样，早上10点开始，晚上11点结束，一周休1天。你行吗？行，挺好。快去给杨老板露一手。走吧。拜拜，马场。我干去。哎，出脚吧。以后叫白哥。哎，去吧。随风飘荡，野草疯长，谁伴我一路流浪？孩子本该飞翔，却被遮上翅膀，生我又将我遗忘。能不能给我一副船桨？我想看对岸的童年什么样。能不能点亮未来灯塔的光，来抵挡时间的风浪？我不是你的孩子吗？我还是一个孩子啊，在大雨中跌倒，野草一样的燃烧，寻找着家的怀抱。深埋在泥土里的种子，穿过黑暗终会遇到光，在流
草一样的燃烧，寻找着家的怀抱。我也会笑得灿烂，我也会慢慢长高，我也会生出新的翅膀，飞向温暖的前方。